My God！明天要飞去拉帕尔马岛，参加一个关于大加那利望远镜上日光谱仪的研讨会，顺便可以参观一下大加那利望远镜。今天风浪有点大。罗斯坎卡后的沙滩，远处的城市就是Santa Cruz de la Palma。天体物理中心里面有一个 GTC 的远程控制中心，通过光纤与山上观测站连接。我们早上先来参加一个小型的研讨会。去年8月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欧洲北方天文台，但是由于新冠的原因呢，没有进入 GTC 的观测站里面。这个简陋的小门就是 GTC 的入口了。进去我们可以看到 GTC 是由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合作建造的，已经开光观测了10几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传统意义上的望远镜。即使山下有远程控制站，山上还是需要有天文学家驻站来做望远镜的维护调试。这个屏幕上显示的都是各个仪器的参数和状态，还有天气。这里有一个控制的屏幕，可以触控制整个圆顶和望远镜的指向仪器的状态等等。Igual que por ejemplo aquí vemos ya que la estación focal en este caso está apuntando aquí a EMIR, M3 está apuntando a, en este caso MIR, y va cambiando y está integrado en los instrumentos actuales. Pues aquí por ejemplo ya está también. De hecho, si esto va siguiendo todo lo que hace el telescopio, si tú le aplicas haces un movimiento en elevación. 望远镜的润滑机构、悬浮机构都在望远镜平台下方4层楼的地下舱里。以后还会放置需要高稳定性的高分辨率光谱仪。My God！ GTC 属于里奇克莱琴式反射望远镜，也就是说它的主镜和它的副镜都是双曲面镜。它上面有不同的焦点，安装着不同的相机。它的架台是地平经纬式的，也就是它可以左右旋转、上下俯仰。这是系统的主焦点，位于望远镜的下方，也叫卡塞格林焦点。奈氏焦点的平台就有4层楼那么高。
望远镜开始转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奈氏焦点的光路。奈氏焦点在地平结构的运动下它是不动的，而卡塞格林焦点是会随着望远镜移动而移动。这个卡塞格林焦点的法兰应该就有2米多直径了。这上面装的这个蓝色的照相机是光学波段的照相机，叫 Osiris。它不光可以照相，还可以做光谱。GTC 整个机械结构有400吨重，但是悬浮系统可以使得望远镜漂浮在液压油上面，这样可以来保证顺滑且高精度的移动。圆顶和观测窗同时也会随着望远镜转动而配合着转动。GTC 主镜最大直径11.4米，等效口径10.4米，有效的极光面积有73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口径光学红外紫外望远镜。世界上其他的大镜子现在还有美国的凯克1.2大双筒望远镜、日本的昴星团望远镜、欧南台的盛大望远镜、南北双子望远镜，还有刚刚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其他的大型摄谱望远镜并未算在内。GTC 的极光力是人眼的300万倍，可以探测到比肉眼极限暗100亿倍的天体。它还能在人眼看不见的红外、紫外波段观测。有36面小的6边形的镜子，每面镜子下面都有机械结构以及电机，可以微调它们的角度，这样就可以修正这个大的镜面在不同的位置受到重力影响不同而影响最后的成像之类的，这叫主动光学。GTC 的横架大约有30厘米粗。整个圆顶转起来的时候，还有晕眩的感觉。有些镜面还是挺脏的，但是他们最近要做一次清洗。正常的反射率在卡塞格林焦点大约为83%，奈氏焦点为75%。这是副镜，整个系统的焦距是170米，也就是说相当于焦比17不到一点。2个大钢罐是液氮，用于冷却探测器上的芯片。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冷却剂形成的冷凝。耶罗岛、拉格梅拉岛、特内里费岛、
以及去年年底喷发的古姆雷比耶哈火山的熔岩流。那一次喷发给西班牙增加了不少的领土面积。山花烂漫，蓝色的野蓝季，全是雄蜂和蜜蜂。